皆さんこんにちは，KKです。嗱，日本嘅美食係相當多啊，但係究竟有幾好食呢？睇下呢位女主持就知道啦。久しぶりのおいし意味不明な動きとともに換気扇を破壊。嗱，係咪好食到咁呢？就真係見仁見智啦。大丈夫ですか？嗱，喺呢度呢，想特別介紹上個月去到富山縣旅行嘅時候，喺高山食過嘅飛驒和牛，真係好食到喊噶。喺度建議，如果中意食牛肉嘅朋友，日本嘅松阪牛、神戶牛、近江牛同埋飛驒牛等等，都一定要試下，千祈唔好孤寒，你一定唔會後悔噶。不過我作為一個冇收入嘅貧苦學生，邊有可能餐餐食和牛呢啲咁高檔嘅嘢啊？所以除咗自己煮飯之外呢，主要都會食一啲簡單又平又容易飽嘅嘢。嗱，我就經常幫襯呢一間位於我屋企附近嘅吉野家啦。嗱，只係用幾百 yen 呢就可以填飽個肚呢，其實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噶。不過原來吉野家喺好多年前呢就俾人話佢係忘恩負義，喺今次嘅節目呢，我哋就一齊探討下原因啦。話說第一間吉野家係1899年喺東京日本橋魚市場成立，創辦人叫松田榮吉。而因為松田好中意奈良吉野山嘅染井吉野英，所以就將間餐廳命名為吉野家啦。而多年以嚟呢，吉野家以早い、うまい、安い，亦即係又快又好味又平作為口號，為普羅大眾服務，所以一直受到日本國內嘅市民歡迎。但係其後呢，為咗乘勝追擊呢，不惜透過借錢嚟擴充業務。佢哋喺1958年尾成立吉野家株式會社，除咗國內嘅分店數量增加到幾百間之外，1975年亦都喺美國丹佛開設第一間分店。但喺不斷急速擴張以及入口牛肉成本上升底下，喺1980年吉野家已經累積122億日元嘅債務，同年申請破產。雖然立即受到經營百貨公司嘅西武流通集團收購，而且重建，但係始終都係爭人太多錢啦。所以吉野家呢，就希望同當時十分受歡迎嘅漫畫筋肉人合作推出宣傳計劃啦。希望漫畫裏邊正義嘅筋肉人除咗消滅壞人之外，仲可以同時救出弱小嘅吉野家。而筋肉人最大嘅特色呢，正正就係中意食牛肉飯啦。中意成點就好似叮當中意豆沙包一樣。而筋肉人嘅作者島田隆司呢，就從細中意食牛肉飯噶啦。所以亦都將主角設定成牛肉飯嘅狂熱分子，正正就符合咗吉野家想宣傳嘅形象。嗱，但係漫畫裏邊嘅筋肉人最初所食嘅牛肉飯呢，其實係來自另外一間叫做中屋嘅牛肉飯店。不過島田聽到吉野家聲淚俱下嘅請求之後，嗱，就係咁樣呢，島田答應喺動畫版裏邊加入植入廣告，當中主角除咗跳舞唱歌之外呢，亦都會講出吉野家嘅口號嘅。要知道當年日本民眾嘅主要娛樂其實就係睇電視，所以呢一個推廣計劃非常之成功，一家大細呢都搶住去食吉野家啦。令到吉野家可以唔使俾廣告費同埋人工，喺短短3年裏邊已經還清超過100億嘅債務啦。嗱，令吉野家復活嘅功臣呢，喺日本呢可以話邊個都知噶啦。咁上咗岸嘅吉野家究竟會點樣報答島田呢？會係送錢呢？送樓啊？定係送？嗱，不過吉野家方面呢就話啦，我哋着重情與義噶嘛，唔講錢咁低俗嘅。就送一個碗俾島田做禮物留念下啦。唔夠啊！喺個碗上面刻埋佢個名啦。咩話？仲唔夠？咁送多個杯啦。唔可以再多啦，就咁啦。咩話？人哋島田無條件咁幫忙，自己渡過咗難關之後，淨係送個碗同埋送個杯，吉野家嘅情義真係值千金啦。嗱，就算咁平嘅嘢都好啦，仍然有市民懷疑吉野家係咪真係送過禮物俾島田，跟住寫信去電視台問個明白。筋肉マンの作者ゆで卵は牛丼の吉野家からもらった名前入りの丼を持っている。而電視台就住呢個問題呢，就向島田本人求證啦。而以下呢，就係訪問嘅內容。名前入りの吉野家の丼を持っている。はい、確かに、吉野家さんのゆで卵と名前の書かれた牛丼の丼を持ってます。これを持っていて特典はある？これを持って、
吉野家の日本全国どこの店行ってもタダで食べられるって聞い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よ。それはすごい。この丼を店に持って行ったことはある？まだ一度も試したことないです。せっかくなので試してもらった。為咗考證呢個碗係咪真係食到飯呢？製作單位預先同店員打咗招呼，話筋肉人嘅作者本尊今日會大駕光臨。これしたよ。私ゆで卵なんですけれど、この丼に持ってる特典っていうのが、タダで牛丼が食べれるっていうのを。A few minutes later. でもこの丼をそしたらこの丼がプレゼントするから。原來呢個碗真係連擺都嫌咗訂嘅禮物嚟嘅啫喎！島田有幾尷尬同無奈，真係可想而知啦。電視台製作部已經預先打咗招呼，吉野家居然連一個免費嘅牛肉飯都孤寒，無疑就係喺全國嘅觀眾面前走數，過橋抽板。其後事件喺社會廣泛流傳，吉野家亦都面臨公關災難，所以即刻派人向島田下跪道歉。咁至於今次嘅禮物係啲咩呢？係一對自家製嘅紀念碗同埋免費食券。咩話？又係碗同免費牛肉飯？你有冇誠意㗎？而且上門道歉嘅員工居然話，年輕一輩嘅店員唔知道筋肉人原來咁出名嘅，所以先至唔知道呢個碗嘅故事。咁豈不是暗示島田已經 outdate？ 相信咁樣嘅道歉都好難被接受啦。但原來呢個世界有啲人做少少嘢道個歉，只要對方唔接受，就會發老脾嬲返轉頭㗎啦。喺2008年筋肉人出版29週年慶祝活動之前，集英社曾經聯絡吉野家，問佢會唔會做返啲嘢嚟報恩，但係吉野家嘅回應係：我覺得冇咩好慶祝喎。所以之後就由 Sukiya 同 Nakao 聯手舉辦呢次活動。喺吉野家小氣同忘恩負義底下，最終得益嘅就係對家啦。跟住落嚟，我哋講講吉野家嘅另外一個公關大災難。事情發生喺2022年，吉野家常務取締役伊東正明喺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講，內容係點樣吸引更多女性幫襯牛肉飯店。但係佢居然用咗句咁嘅説話嚟形容佢嘅計劃，內容直譯就係將處女放入火鍋嘅攻略。如果我哋將佢輸入 ChatGPT， 會被形容為不合適、有冒犯性嘅語句。之後伊東繼續興奮咁解釋佢嘅策略內容就係：趁住嗰啲喺鄉下嚟到城市嘅年輕女仔，連左同右都未識得分嘅時候，就要令到佢哋牛肉飯中毒，以免城市嘅男人請過佢哋食好嘢之後就唔再食牛肉飯。呢啲究竟咩邏輯嚟㗎？呢一番唔尊重甚至歧視女性嘅言論，果然喺社會上面換來極大嘅負面迴響。首先，早稻田大學回應指出，作為一個教育機構嚟講，呢一番言論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而網民亦都發揮鍵盤戰士嘅力量。呢一個唔係一個道歉就能夠解決嘅問題，隨口就可以講出咁嘅言論，反映咗呢個人同埋呢間公司就係咁樣看待女性㗎啦。當然社會大眾都有相同嘅觀點，呢位女受訪者聽完之後就覺得好嘔心，而另外一位就希望佢多啲顧及其他人嘅感受，停止呢啲行為，因為真係好討厭啊！喺日本職場體制裏邊，常務取締役其實就係公司嘅董事，佢嘅言行某程度係代表公司或者反映公司嘅理念。所以伊東發表唔尊重女性嘅言論，除咗令到社會大眾極度反感之外，亦都為吉野家嘅管理層帶嚟麻煩同埋壓力。所以佢唯有向當日在場嘅學生發出道歉信，以及喺鏡頭前邊為自己不適切嘅言行對社會大眾帶嚟嘅唔愉快道歉。但係市民仍然唔係太接受，一來驚呢類型嘅事情會再次發生，二來就覺得只係道歉，根本就冇具體改善建議嘅方案，內心依然都係覺得唔舒服。面對住一面倒嘅負面新聞，吉野家正式喺2022年4月18號將伊東正明解任，並對公眾發出嚴正聲明同埋道歉，希望冷卻事件。內容亦都提到公司尊重人權同埋性別平權，深切反省。件事嚟到呢一度，雖然伊東俾人落鑊炒魷既成事實，但係佢係咪吉野家唯一嘅毒瘤嚟嘅呢？其他嘅役員有冇同佢一樣嘅思維同埋諗法呢？相信呢一啲先至係市民真正關心嘅問題。所以吉野家必須要有更具體嘅改善措施，真正顧及客人嘅感受同埋需要，先至有機會扭轉喺市民心目中嘅負面形象。今次嘅節目就嚟到呢一度，多謝你嘅收睇，希望你鍾意，記得 like、subscribe and share。我係 KK，我哋下次再見，拜拜。